普京专机遭袭，乌军击穿俄防空网。俄军发动最大规模空袭，乌军猛烈反击，直袭俄本土，战线动摇。空袭升级，乌无人机夜袭俄核心工业区，俄战略轰炸机再度起飞。乌反攻暗藏杀招，雷区吞噬突俄机车，俄军伤亡逼近100万。西方全面解禁，远程武器金牛座导弹或已在路上。2025年将决定俄命运，普京赢最后豪赌，乌克兰赌最后翻盘。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日前，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俄罗斯本土的密度与强度骤然升级，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都差点被击中。5月25日，俄罗斯塔斯社爆出震撼消息，俄总统普京专机在本土库尔斯克视察期间，飞行途中遭遇乌克兰多架大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防空部队司令达舍金公开证实，袭击发生在5月20日，专机飞行路径恰处于防空作战核心区域，乌方无人机试图直接干扰普京专机，情况极为危险。据称，俄罗斯电子战系统与护航战机成功拦截击落所有来袭目标，总统专机才得以安全降落。尽管事件未造成伤亡，但普京的人身安全受到实质威胁，这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尚属首次。而军方承认此次袭击的强度前所未有，并暗示乌军可能获得了精准的情报支持。事件引发震动后，外界普遍认为普京今后可能将放弃前往库尔斯克等靠近前线的敏感区域，该区域不再安全。不仅是库尔斯克，自5月20日起，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攻势席卷俄境多处。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仅在20日至23日之间，俄罗斯防空部队就在莫斯科空域击落1177架乌军无人机。市区内部署有大量车载防空系统与手持反无人机枪的士兵，爆炸声不时响起，一线画面如临战场。流出的视频显示，莫斯科防空密度大幅提升，但仍无法完全阻止袭击。5月25日，乌军无人机再次突破俄防空网，袭击了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65公里的特维尔米加沃洛军用航空基地。该基地驻扎着伊尔76和安124军用运输机。更令人震惊的是，俄罗斯防空部队在混乱中竟将自家一架试图撤离的伊尔122V 运输机误视为乌克兰大型无人机，并开火击中，酿成友军误伤事件。据悉，这并非首次发生类似乌龙，莫斯科地区近期亦发生过自误袭击事件，暴露出俄方防空识别系统的严重漏洞。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连续发生过多起爆炸事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行动，除了打击 Shahed 沙赫德无人机生产工厂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伊万诺沃州基涅什马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化工厂。袭击导致了工厂部分区域发生猛烈火灾，火光与浓烟迅速升腾。日前，俄罗斯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力度，试图通过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压垮乌克兰防空体系。5月25日当天，俄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空袭行动，近300架无人机和69枚导弹同时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攻击，创下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记录。在持续一整夜的空袭中，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挫败了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多波次攻击。根据乌军通报，此次袭击共涉及364架来自不同方向的空中武器平台，包括9枚 KH-101 巡航导弹及355架沙赫德系列和其他型号的攻击型无人机。
乌防空系统表现出高度效率和拦截能力，9枚 KH-101 巡航导弹全部被成功击落，而355架无人机中有288架被击落，拦截率达80%以上，极大地削弱了俄军此次袭击的破坏效果。在俄军突袭乌克兰本土之际，乌军迅速展开报复，发射逾300架远程无人机，直接将战火引向俄罗斯本土腹地。莫斯科4大机场一度全面关闭，而境内多地火光冲天，显示乌方打击手段已具备深远、纵深和组织能力。在俄罗斯连续发动针对基辅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坦言对普京近期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惊讶。他说：“我认识普京很久了，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但他却持续向基辅及其他城市发射导弹，这让我很不满。”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说他彻底疯了，试图控制整个乌克兰，但这最终只会导致俄罗斯的崩溃。他还提到，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泽连斯基的言论则加剧了冲突。川普说：“我不喜欢这种情况，最好是停止战斗。”对于是否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特朗普表示他绝对考虑这一选项，但对制裁的具体时机和力度保持模糊态度，留给外界诸多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近期发表了迄今为止对俄态度最强硬的讲话之一，严厉警告俄罗斯必须停止血腥冲突，否则将面临严厉制裁。他还点名批评中国和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称这将使两国成为俄罗斯的帮凶，并重申美国不会对局势袖手旁观，表明华盛顿正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在无人机频繁突袭俄本土之后，乌克兰更进一步宣布进攻性战略。5月25日，乌克兰安全局长布达诺夫发出史无前例的强硬声明，乌克兰将在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等4个俄边境州设立缓冲区，以保障本国未来安全。这无疑意味着乌方战略已不再满足于自卫，而是正面挑战俄罗斯领土完整。布达诺夫更是直言，不要再幻想苏联还存在。他强调，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必须彻底从乌克兰领土撤军。对报复俄军的冲突，5月26日夜间，乌克兰动用数百架无人机，对达达斯坦、图拉等关键工业区域发起大规模打击。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乌克兰无人机首先袭击了位于达达斯坦叶拉布加的军事工业设施，该地是俄军沙赫德无人机的重要制造基地。攻击发生后，现场迅速燃起熊熊大火，爆炸声连连，火光冲天，显示这次袭击精准且破坏力惊人。这是乌军继多次空袭后，再次将打击重心指向俄罗斯核心军工区，意图切断其无人机生产链条。分析指出，这种点穴式打击已经不仅仅是战术突袭，而是战略层面的系统打击部署。除了达达斯坦，位于俄罗斯西部的图拉州同样成为焦点。该地在26日晚遭遇连续攻击，当地居民报告称，听到至少10次爆炸声，并出现了大面积断电。据称，图拉军工系统中的斯普拉夫和阿佐特工厂此前已接连遭袭，而此次空袭是其第3轮打击。乌军显然意在瓦解图拉作为俄军弹药与火箭技术后勤支持地的作用。据初步估算，乌克兰此次共发起超过200波空袭行动，创下战事以来最大规模空中反击纪录。俄罗斯国防部在袭击后迅速回应，宣称其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全部96架来袭无人机，但从袭击造成的火灾与破坏来看，实际情况很可能与官方通报存在出入。后续的卫星图像及独立核查数据仍待更新，将有助于进一步判断袭击的真实效果。紧随乌军反击，俄军也迅速展开报复行动，数架图95战略轰炸机已从俄本土起飞，
向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关键城市发射巡航导弹。初步统计，仅短短数小时内，就有近100名乌克兰平民在袭击中伤亡，居民区严重受损，街道上满是建筑废墟。这场空袭较量已从无人机战迅速升级为战略轰炸，令人担忧战局是否正在滑向更全面化的空中冲突。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最新分析，俄罗斯可能正在筹划更大规模的攻势，未来几周内或将向乌克兰境内发射高达1000枚沙赫德导弹，这与俄方近月来无人机产量显著上升密切相关。乌克兰方面也有所察觉，因此集中火力打击了叶拉布加的无人机装备厂，以削弱俄军的弹药洪峰。乌总参发布的战报显示，截至5月25日晚10点，战线共爆发135次交火，波克罗夫斯克、库尔斯克、莱曼等方向战斗尤为激烈。当天，俄军向乌克兰发动了81枚导弹、112枚滑翔炸弹，并进行了3648次炮击。乌军则歼敌1000人，使俄军累计伤亡人数逼近100万大关。虽然战线整体尚无重大突破，但交火强度显著提升，战局正处于剧烈博弈阶段。在北线，乌克兰特种部队已深入俄别尔哥罗德州腹地达60公里，有可能从后方切断俄军布给线。哈尔科夫方向，尽管俄军已集结5万人力，但与人口达150万的城市抗衡，这一兵力远不足以实现快速突破。历史上，苏军曾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动员500万人力才换得一次胜利。因此，此轮集结更可能是声东击西的佯攻，真正的主攻方向仍集中在顿巴斯地区。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苏梅州前线取得新进展，已推进至该地区的4个村庄，包括诺文克、巴斯夫卡、维谢利夫卡和如拉夫卡。乌方消息指出，由于这些村庄此前已组织居民撤离，因此俄军进入时并未造成平民伤亡。目前，周边多个定居点仍在发生激烈战斗，局势依然紧张。在顿涅茨克地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一直是当前交战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俄军持续从托列茨克至东北轴线施压，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军司令德拉帕蒂已紧急调兵增援。据俄媒沙皇报分析，乌军或将集中10万人力从红军城方向实施反攻，目标是切断俄军突出部，完成一次战术性包围。报道指出，乌军最近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炮击力度，火力密集度明显增强。网传视频显示，一群俄军士兵试图驾驶一辆简易拼装的车辆，企图突破防线，接近乌克兰阵地。然而，在行进过程中，这辆临时拼凑的交通工具还未靠近乌军防区，便在途中触发地雷，当场被炸毁。据乌方情报披露，该简易车辆极有可能是俄军在缺乏正规装备的情况下临时组装，用于快速转移或渗透作战。但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地区早已布设严密雷区，防范此类低成本渗透行动。在顿涅茨克州的托列茨克方向，俄军近几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推进，特别是在托列茨克以南一线，俄军已经先后占领了潘杰列伊莫尼夫卡、瓦伦丁尼夫卡、苏哈巴尔卡以及卡利诺夫等多个定居点，逐步扩大了在该地区的控制范围。托列茨克北部，乌军在过去48小时内重新夺回多个村庄，战术地图显示，乌方兵力正推进至克里姆斯克区域。目前，战斗正激烈展开于斯塔拉尼克莱夫卡与赫纳蒂夫卡一带，俄军正在尝试向这些村庄推进，并进一步逼近托列茨克市本体的外围防线。尽管乌军持续进行防御与反击，但面对俄军密集的火力和持续的地面推进，该方向的战事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23日至24日之间，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加大攻势，针对乌克兰第31机械化旅在斯塔罗马约尔斯克、里夫诺皮尔与泽莱内波尔一线的阵地发动了多轮猛烈攻击。俄方出动多辆装甲车辆，
包括装有龙式装甲的运输卡车，试图突破乌军防线。然而，乌军凭借高效的侦察与火力部署，在敌方车辆接近战线初期即将其锁定并全部摧毁。相关战斗画面显示，俄军突击部队遭受重创，几乎被全歼，攻势被彻底挫败，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这一轮反击再次体现了乌军在防御作战中的战场感知与快速反应能力。在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使用米格29战机投掷 GBU-84航空炸弹，摧毁了俄第3军指挥所，使俄军整体进攻部署被迫重组，战场一度陷入混乱。乌克兰 Signan 营近日在莱曼轴线一带展开一次高效的定点打击行动，精准破坏俄军后方补给与通讯系统。此次行动中，乌军成功摧毁2辆俄军运输卡车，分别为乌拉尔和卡马兹型号卡车，2根关键通讯天线，1辆布汉卡厢式货车，以及1辆搭载电子战设备的特殊用途车辆。通过这次打击，乌方有效削弱了俄军在该区域的后勤支援与电子作战能力，为进一步推进战线制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在俄占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海军与空军于5月24日联合发起攻势，成功摧毁俄第14军多个地面目标。黑海沿岸爆炸声持续不断。第聂伯河下游的金本沙嘴地区，乌军801特种作战大队摧毁了一套俄黑眼电子战系统，凸显乌军特战能力与情报打击配合的高效。对于当前的战局走向，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俄罗斯正有意识地通过密集远程打击、操控舆论和西方动摇来制造乌克兰必败的心理战氛围。ISW 认为，俄方不仅高估了自身能力，也严重低估了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及西方对地缘安全的持续关切。俄军试图通过信息战误导西方放弃援助，但从实际战况看，其战略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在5月26日晚的一场电视采访中，德国总理默茨发表了引发广泛关注的讲话，明确表示西方国家已经解除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射程的限制。这意味着乌克兰现在被授权可以使用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默茨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并强调乌克兰完全有权在自卫框架下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军事设施，而俄罗斯则一直在有意针对乌克兰平民制造伤害，两者性质截然不同。默茨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能在本国领土上被动应战，是无法真正保障自身安全的。这一立场的转变，意味着西方对乌克兰军力支持的界限正在被重新定义。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迅速作出回应，批评西方赋予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境目标的做法，称这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向背道而驰，是危险的升级。除了德国的动向，在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的监督下，最后一批 F-16 战斗机已正式离开荷兰领空，启程飞往乌克兰。这一行动标志着荷兰全面兑现了向乌克兰提供24架 F-16 战机的承诺，旨在支持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应对持续的安全威胁。这批战机的交付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代表着荷兰对乌克兰抗战立场的坚定支持。另外，瑞典政府也宣布向乌克兰追加 4.43 亿欧元军事援助，用于支持多个军事联盟和国防项目，其中包括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提供9200万欧元的援助，继续推动丹麦模式下的联合生产与技术支持。虽然一枚导弹无法决定战争的走向，但象征意义上的突破可能足以提升乌克兰的士气，并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战略自信。默茨是否动真格地支持乌克兰，或许就在未来几天见分晓。随着乌俄战争进入第3年，战场之外的政治角力也愈发激烈。5月26日，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透露，
北约正在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争取在即将于海牙举行的峰会上获得露面的机会。虽然他可能无法出席由32国领导人组成的核心会议，但北约希望能为他保留某种象征性席位，作为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然而，美国方面已明确拒绝邀请泽连斯基参会，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也可能不再召开。就在前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城市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共计298架无人机与69枚导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场空袭震惊世界，也引发泽连斯基强烈不满。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出，每一次此类恐怖袭击都足以成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理由，并批评美国的沉默会鼓励普京变本加厉。面对愈发被边缘化的国际处境，泽连斯基坚持呼吁世界明确支持乌克兰。他强调，关键不在于制裁的数量，而是西方国家决心的体现。另外，乌克兰正压住俄罗斯无法长期承受战争的消耗，这一信念有其依据。5月26日，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瓦申科指出，俄罗斯经济将在2025年底陷入严重困境，原因有三：一个是能源收入锐减，全球油价持续下跌，加上欧盟即将实施第18轮制裁，包括切断20家俄银行 SWIFT 系统，将俄油限价至45美元，禁止北溪管道重启等。二是军费高烧不退，俄罗斯自开战以来已损失超过1万辆地面作战车辆，70万名军事人员。国家财富基金从1500亿美元跌至380亿美元，黄金储备减少约600吨。另外，人力资源正濒临枯竭，虽理论可动员2500万人，但真正受训者仅300万人，而已有130万人上阵，近100万伤亡。2026年后，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危机。尽管面对经济和军事双重重压，俄罗斯仍然压住西方厌战疲劳，只要自己坚持不懈投入，终将实现目标，至少完全占领乌东4州。换句话说，俄罗斯把这场战争当成了生存之战，用悲情宣传凝聚民心，试图在最后时刻翻盘。伊瓦申科警告，俄罗斯将于2025年剩余时间发动一波又一波代价不计的进攻，这是普京最后的机会。一旦乌克兰顶住攻势并成功反击，俄罗斯将面临崩溃。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是否会选择现在全力支持乌克兰，还是等待未来付出更高代价？当前的沉默将决定未来的惨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